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经典飞行射击游戏《究极虎》。这款游戏是台东1987年出品的，这也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一批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。同期呢，我还玩过一款老虎直升机，但是那款游戏啊太难了。咱们的子弹啊不能射全屏，只能打大概1/3的屏幕，移动速度还很慢。这款究极虎呢，很多小伙伴玩的时候会想起雷电，同样呢是一个纵版的卷轴的，而且左右移动的时候呢，卷轴还会滚动。那游戏呢，子弹有几种，咱们现在使用的是红色子弹。另外呢，还有蓝色、黄色和绿色。黄色的话，一般是没有人用的。高手呢都用绿色的，绿色的打击范围是最窄的，所以说它的火力也是最猛的。我最喜欢用的呢是蓝色，蓝色啊是散弹，照顾的范围很广。但相对绿色呢，在正面的输出要弱一点，打 BOSS 呢没有绿色有效率，这就能看出高手和非高手的区别啊。咱们这些普通玩家能用蓝色打一打几关，就算是不错了。不要着急吃这些东西啊，给大家看一下绿色的。等级高了呢，它的打击范围也就是这么宽，只不过输出的子弹变多了。那这款游戏的流程啊，还是相当长的。通关一次呢，大概要40分钟以上。所以呢，我应该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啊。分2期呢也是无奈之举，因为到我这个年纪啊，连续打40分钟的飞机实在是顶不住啊。你们谁现在打飞机一次性还能打40分钟？这个手啊就先酸了。好在呢，我现在设置的连发，这些 P 呢D 加分，过关之后呢是结算的。D 就是炸弹了，这个炸弹是非常坑的，它呢不能护身。你把炸弹扔出去之后，它是有延时的，过一会儿呢才会爆炸。所以遇到紧急情况，你要早一点放这个东西啊。咱们现在的子弹呢没有吃到满级，这个满级的话还是需要吃东西吃很久的。但现在咱们的范围啊是够了。其实高手玩的话呢，他背板背的是很细的。比如说这关呢有几个可以改变你子弹类型的道具，那到 BOSS 之前呢它换绿的，平时攻关的时候呢可以用蓝的。好，这样呢就过了一关，咱们进行结算。屏幕的左上角呢代表咱们有几架飞机，左下角呢就是有几个炸弹。再次起飞啊！这款游戏有个特点，敌方所有的小兵啊，发射的子弹80%都是指向性的，一些精英怪呢才会发射散弹型的子弹。一般散弹型的呢，中间的那发是瞄准你的，而且对面的这些小杂兵啊，他在飞出屏幕一段时间之内，
或者呢移动出屏幕一段时间之内，它是不发射子弹的。另外呢，它离开屏幕之前一段时间也是不发射子弹的，所以这就可以被咱们好好的利用。知道这个呢，很多时候啊，许多的敌人看起来数量很多，但很多敌人呢，他是没有威胁的。其实这种可以左右移动卷轴的飞行射击游戏呢，频繁的拖动卷轴啊，是一个大忌。因为有的时候呢，屏幕边缘可能有个坦克，你正好移动过去，然后被打爆了。这里有一艘敌方的战舰，看这个规模是航母了吧？我这个 S 吃了子弹恐怕也没满，因为一共是5项，边缘的那2项呢，还不是最大最粗的。虽然咱们射出的量够了，但是这个粗细程度还不够，尤其是2侧，你们还差着。来一发，哦，来一发都没爆啊！好，这回呢差不多了，这个强度差不多了呀，这是咱们可以射出的最猛的子弹了。那在后面的关卡呢，有机会给大家换一下其他的颜色的武器。敌方的这个直升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。所以之前在评论区当中有小伙伴提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咱们操控的这架直升机，而是对面的可以爆出这些道具的直升机，对他印象太深了。游戏啊，往往就是这样，尤其是这些年代很久的，大家想一下，这款游戏都30多年了，超过1/3个世纪了。隔了这么多年，再玩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其中的一个贴图，一个元素，让人一下子就想起来这款游戏了。第2关的 BOSS， 他的这个射击方式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左右2个4项的嘛。其实啊，放在飞行射击游戏的巅峰的时候，大家想一下这些什么雷电啊、死国战机啊、彩晶的这些游戏啊，这样的 BOSS 啊，简直是简单到不能太简单了。这竟然只会这一种攻击方式，而且呢，就是左右2个4项的散弹没了，这得多好打呀！但是当年大家刚刚接触这样游戏的时候，对方的子弹还比较快，所以说呢，还是给当年的玩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的。而且80年代末的时候，大家手头都不太宽裕嘛，游戏币啊还没像90年代的时候1块钱6个8个。30多年前的1块钱，那是相当珍贵的。我觉得那时候1块钱按现在来说的话，可以当成50花了，甚至都不止啊。转眼呢，第3关了。蓝色子弹呢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它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屏幕边缘出现的一些杂兵啊给打掉。
这样对面呢就无法发射子弹来打你了。再加上咱们可以少走位，火力的覆盖范围呢就够了。这样的话，游戏相对的就变简单了。刚才我感觉我是贴不到左边去了，所以没办法放了个炸弹。好在呢，咱们现在炸弹呢数量比较多。像我刚才这种操作啊，在高手眼里看啊，就是这也太菜了吧！就在这种地方，竟然被逼的放了一个炸弹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所以请大家理解一下吧。游戏呢太多年没有玩了，第一，第二呢，确实现在反应不行了。这个反应能力，我应该是5年前开始录制视频的，我的反应能力啊都不如5年前，就更别说30年前了，不可同日而语啊。在反应上，尤其是手速上，差了不少啊。哦，刚才的一发子弹啊，贴着机头过去了。这就是在这种可以左右移动卷轴的飞行射击游戏当中啊，频繁的咱们在切卷轴，危险啊，特别危险。其实这样的游戏虽然年代早，但它呢还不是第一代的最早的飞行射击游戏。那我见过的最早期的飞行射击游戏，像铁板阵，那个游戏现在看啊，游戏过程太单调了。但是它呢也是有它的划时代意义的。再早一些的呢，雅达利平台的，我们那时候叫加油飞机，实际上呢它的名字叫运河大战。还有呢就是太空侵略者。太空侵略者呢可能很多小伙伴没玩过呀，我记得我4、5年前好像录制过一期啊。游戏方式有一点像小蜜蜂。好，咱们过了3关了。这个游戏是循环的，如果呢咱们通了1周目，那接下来就是继续2周目。2周目对面子弹应该是比较快，2周目的难度我是没办法驾驭的，打不了。这关呢背板下方出来的这些坦克，咱们优先把它解决，因为它出来一段时间之内呢不发射子弹，就趁这个机会啊。如果呢它出来的第一时间你没把它消灭啊，那它和上面的敌人前后夹击，这个真的顶不住。大家想一下，前后夹击太刺激了，你很快就会交枪啊，避无可避，躲无可躲呀。这是红色的子弹，加满级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攻击范围呢也算可以，比蓝色略差一点。黄色的呢是比较奇葩的子弹，那黄色吃到了会怎样呢？它是有4个方向的子弹的，分别是上下左右。这个一般好像没人会用吧，太奇葩了。对每一个方向打击力度都不够，而且大部分时间呢，左右和下方的子弹都是白白的浪费了。它只是特定情况下吧好用。这里也是出坦克了，第一时间把他们干掉，趁他们还不会发射子弹啊。
又有一个炸弹。使用红色子弹呢，和蓝色子弹相比啊，这个移动就更加频繁一些了。这游戏和雷电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有一点呢是我比较不满意的，就是啊，你现在把子弹吃满需要吃很久，需要吃很多个加强道具。那一旦你中间扑街了，这个想重振雄风啊，实在是难度有点高。就感觉中间如果你挂了，你这个币就可以放弃了，损失太大。你现在多少条命了？大家可以数一数啊，在屏幕的左上，一个小飞机就是1条命。这关我就用红色的。这关的 BOSS 啊有2个，这2个还都挺常打，所以说我多用炸弹炸一炸。他们这个子弹啊非常邪性啊，它不是指向性的，就感觉是乱扔一气啊。相对来说呢，站在他们的肋部啊比较安全。而且这款游戏，如果你一定时间之内没有把 BOSS 打爆，会怎么样呢？那屏幕的卷轴啊会强行的向上前进了，这样你躲着子弹就可以了，也能够过关。真的是比较奇葩的设定啊！结算，大家再打一关吧。我感觉我的注意力啊已经无法100%集中到游戏上了。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写作文嘛，我查过一些资料啊。那资料显示呢，人的注意力啊最多可以集中15分钟左右。这个具体可能因人而异啊，但是大部分人都差不多。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想啊，为什么一堂课要有40分钟呢？这个很难40分钟都集中注意力啊，对吧？这换成玩游戏也是一样。一款游戏，如果你玩了45分钟，那是 RPG 游戏还好。你说一个飞行射击游戏45分钟啊，一点错都不犯，这个真的很难。最近呢，我群里也有个小伙伴经常抱怨，就是他玩《越战1975》那款游戏。它有存档读档吗？它是在 NS 上玩啊。每一关它都可以练成不犯错、不挂，但是啊，它从头玩到最后，每次都会在不经意的地方挂掉。这就是你很难保持全程不犯错。你可以5分钟不犯错，10分钟不犯错，但40分钟、1个小时那就很难了。所以这可能就是人类啊，它不如机器的地方。你呢有情绪的波动，有注意力的起伏，没办法。其实很多的飞行射击游戏啊，有一个设定，大家可能忽略掉，因为早年啊玩的绝大部分游戏呢，都是忽略了这个设定的，就是你的飞机的子弹是怎么打到坦克的呢？有一些游戏啊，它是加入了一个对地攻击的按键，那绝大部分游戏啊，都是无论你这个子弹射出多么猛啊，多么频繁，它都是可以直接打到地面单位的。刚刚我扔了2个导弹，这个真的啊，我的注意力啊真的是不够了呀。这关啊，打完这关，我们上半期就结束啊。
其实这里我是知道那2个飞机出来，如果有点精神准备的话，可以躲开啊。但是真的就是有一点走神吧。快 BOSS 战了，这次打的 BOSS 啊是一个要塞。那要塞类的敌人呢，在通关之前最后一关也是，所以你就感觉啊，现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游戏一半的位置。好，先把这些小炮清掉，然后中间的这门。中间的这个部分啊，它就是左右各一个散弹，它散弹中间呢是瞄准你。哦，上方开始出坦克了，这样我需要速战速决了。这个 BOSS 其实很简单啊，大家想一下，和彩晶的那些游戏相比啊，这个 BOSS 都不算 BOSS， 算是个小精英怪而已。OK， 那这关也过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我的注意力啊、精力啊，可能也贴近极限了啊。今天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